有一点现在对这方面很诽谤的，就是搞研究的，我也见过很多。因为现在这几年很多人到我那里去搞研究类型的，把这个圣贤旧义，把这些作为研究对象来做的。其实很多人跟我讲到这方面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那天刚好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学子在讲到这个问题，在广州。那天我就跟他们说了，我们刚好在吃饭，我搞一个西瓜那种子给他，这西瓜籽给他看，我说你把全部的专家就在一起，你去研究一下这个西瓜的种子他会得到什么结论呢？我说他肯定会得到这个里面的叶绿素是多少，维生素还有重量还有什么这些可是你能知道它能长锅吗？哎呀，我说你把那些专家集中起来，他肯定不知道。他说那这个谁都没办法。所以我跟他讲要做就知道了你把这个种子呢搞个农民不要研究的，他把它放在土里搞点水，搞点搞点什么肥料，它就开花结果了，他就知道了吗？你怎么研究能研究出来的？研究1亿年都研究不出来。所以我们佛家说总在一言不同，这些人就不信，因为是因缘而生这个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一些例子，很简单。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再来考虑呢，像比如说讲到轮回这些方面，这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个了解。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很简单。我们那边有几个小孩溺水死了，5个初中生。溺水死了之后从那天中午溺水找到那天晚上8点来钟，这些尸体就全部找到了。可是这些尸体都变硬了，拿到殡仪馆去全部都变硬了。变硬之后呢，想装在那个棺材都装不进去，因为摆了各种姿势都硬了。结果10点钟因为这些小孩又给这些家长认一下哪个是他的儿子，又有这个过程。结果就把这些家长请过来，请过来之后呢怎么样他这个家长一来，这家长很伤心一哭呢，这里面这个小孩有的那个血喷出来1米多，在口里面喷出来的，7孔流血都喷了有的喷了1米多，有的喷了几十公分。我们就一级的领导很多人都在场，看得都吓呆了。你说按照我们现在的研究科学，说人死了就完蛋了，就什么鬼都没有了，那为什么这些溺水的小孩他已经死了10个小时了，全身都变硬了，他的家长一来呢，离得还几十米走到门口，他在里面就吐血，在喷血。后来不用认了，哪一个父母一哭，他的儿子就喷血，就搞定了。后来我们这些就医工作者跟我谈过，说觉得不可思议说这些小孩都死了死了之后呢按照科学来讲呢，那应该就没有知觉了。没有知觉，为什么他父母一来呢，他就7孔流血呢？并且还离了几十米远。我们要细心的静下心来考虑，并且不是一个例子像这些意外死亡的例子很多都这样很多都这样，证明佛家所说的是真的。人没有死，他的灵魂是在的。可是因为身体这个躯壳呢给坏掉了，坏掉之后呢，这个父母来极度伤心，还有极度激动没办法沟通。在这个情景之下，7孔流血，这些我们有好几个人都是亲身经历在现场的都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们还有一次呢也是我们单位的有一个亲戚那天晚上3点钟，他妈妈2个人2夫妻在睡觉，突然他母亲惊醒了，说看到他儿子满身是血，来跟他说救命。结果3点钟就惊醒了，把她老公救醒。她老公就说哎呀不要胡思乱想了，哪有这回事结果早上6点钟就接到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他的儿子昨天晚上3点钟被人杀死，之后扔在海里。你看这些我们又学传统文化之后要对这个呢又有个研究，要求证通过这些案例实实在在的这些案例我们都明白这方面它是存在的，它是存在的包括我们因为经常放生里面我在这些经典里面包括
这个老师讲课都讲过这个人的动物它是通人性这方面的，其实我们也印证过你看有一次我们在买了一头母牛，这个母牛呢第一头怀孕的，有回去之后呢，第二天就生了一个那个牛仔第二天这个牛是一个黄牛，哎呀，我就很有印象。这个黄牛呢，那天下大雨，我刚好到放生园去，到山上看到这个母牛，可是没看到他的那个牛仔，我就问他了，我说老牛你的儿子跑去哪里了？哎，我就问这句话他在吃草突然就觉醒了，结果东张西望找不到，在那里跑哎呀，我跟他找了2个来小时，找不到，这个牛像佛缝一样到处找。后来我们在一个乱草丛里面找到了他这个牛仔，结果这个老牛离他几十米远，这样奔过来，哇，那个感情哎呀，没办法说，那眼泪都滴下来过来呢，用那石头舔着他这个牛仔。之后呢，过了几天有一次呢，我到山上去，有看到他这个牛仔不在了。后来天色已经晚了，我就把这个牛给他绑在山上，想到之后他的那个牛仔能找到他。结果第二天我很早就过去，记得看到这个牛不在了。后来一看这个绳子被他咬断了，咬断之后我们赶回这个牛棚那牛棚都很远的，他带着他那个牛仔回到牛棚去了，下半夜回来的。所以这个牛我就特别有印象。后来大概过了有一段时间，那一天我们放生园那个专门看牛的，我们有几位在保护这只牛的，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母牛神经病，他说从昨天就老是用那个酒踢他这个牛仔，不给他吃奶，这样踢了2天，踢了2天之后，他这个牛仔他都不敢靠近他那个牛妈妈，不敢靠近，一靠近他就踢他就在跟别的母牛了。别的母牛呢，我们第二天早上很早去看这个母牛它半夜跑出来，跑到我们后山几百米的地方跳河自杀了，跳在一个鱼塘里面死掉了。后来我们对这个牛呢检查了之后它这个牛是怎么，它吃到那个有毒的这个东西了，所以他担心他这个奶呢给这个牛仔吃了之后会毒死它，所以他自己怎么弄呢？他就老踢到他对他这个牛妈妈呢有意见不跟他，自己你看他又死了，可以死在那牛盆里面，可是他翻过我们那牛盆，我们那牛盆1-2米高他翻过去跑到后山死在那个一个水塘里面。你看这些证明这个动物它这完全是通灵性的东西，通灵性。那我们这些动物呢因为这些牛我们都养到它死呢就去埋掉了。有一次我们去埋掉这些牛埋掉一个死牛几十头牛跟着去在那里等我们埋好了，在那里不动等到埋好了之后再倒回来，就是我们放生园这些牛这放生园我们现在是每天晚上播师父的讲经用那大广播给他们听白天念佛所以这些哎呀非常的灵性，非常的灵性。那关于这方面呢这些因果我们都看了很多你看我们那放生园前段时间我们放生了一条那个五爪龙保护动物国家放了很多条，跑到了大概1公里左右一个砖厂那里去了。结果这个砖厂有一个做工的看到他在晒太阳，就抓着他的尾巴给他摔死了。结果这个五爪龙呢很大快1米长很大，那来有好几千块钱的。结果他摔死了之后他就搞个铁钉钉着他的头，然后把他扒他的皮，把他的肉给拔下来，拿回家去吃。这件事怎么样3天3天。他这个人有个3岁的小孩，3岁的小孩呢，那天他刚好在灌溉农田，用个抽水机在灌溉，这小孩爬到他的抽水机那个下水道里面去了，给淹死了。你看这家人，那你说很触糗吧？你看他这小孩搞不明白了，爬到他洞里面去之后呢我们还有放生园还放了很多那个龟，结果有一班
在做电线的施工的，每天呢，他跑到我们那里呢，就搞个勾点肉，放在这个龟塘里面呢，之后搞一个线坐在屁股那里，之后在那里打扑克。我们记得他们很热情啊，给我们打招呼，我们以为他在哪里乘凉的，他也不说他是来偷这个龟的。这件事可能也被他弄了不少，后来我们知道了你看这件事怎么样呢？前不久，这帮人在拉电线电死了9个人所以这个我们那放生员呢，都有很多提醒，整个范围都有挂牌，就是都是这个宣传这个放生宣传这个护生。所以呢，这些人他没受到救益整天在那里那样去弄都把自己给害死了，那通过这些呢，其实叶干又觉得这个救益太重要了，真的太重要了你没有救益，你跟他说这个龟不能去捉，他也不信，他也认为是很聪明，赚了便宜了。你包括那些杀牛的那几家人，那也都是好人来的，很勤劳他也在想赚钱把这个家给干好可是呢，越干越差，越努力离那个成功越远。所以我们蔡老师在讲这个《弟子规》说人要有节职那是真的，职业要选择行业那我们如果选择错了行业，这一生那就麻烦了，真的是麻烦了。所以通过这些呢，我们都明白最重要还是救益并且呢还有因果的救益没有因果的救益这些不知道这个家为什么会经营的这么惨，他不知道，他不明白。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之后就把我们课程把它重新编排什么呢就第一天讲为什么又学习传统文化，作为一个代入，在这代入呢这些人一坐定下来他就觉得这个学习很有必要性。之后呢就要讲素食，那讲素食非常关键，因为一个人他明白素食的利益之后他就不会去吃肉了，他吃肉干什么？所以他真的是大放生。我们现在一起100多个人，大概呢有差不多一半都说回家之后就素食了，不吃肉了都是在那里发愿的那他回去之后他会不会退转呢？那也有可能，可是他肯定会吃少肉还有呢，他吃肉他顶不住，也最多就吃那些伤筋肉再接下呢就是讲修道其实我们弟子规包括这个音乐课都是讲修道。那修道在我们现在国家那太重要了，现在因为现在我们国家老人特别多现在一对夫妻就养好几个老人岳父岳母还有公公婆婆爷爷奶奶6、7个的。那如果没有修道的救益，很被动。现在我那天看了电视广西一个生了11个小孩的打官司，现在他父母去告他那个11个孩子说不养他结果开庭的时候那11个小孩都5、60岁了，有的30、40了，都还百般的辩解说我没能力养结果法院判了说一个人1个月要搞多少10块钱这些你说通过法律来干这样的事，哪个人发自内心去做所以现在最要命的最要紧的讲修道讲修道之后呢，要让他明白他现在不养他的父母，以后他的儿子就不养他，很简单的道理，他就要把他父母服侍得很好的，并且要让他明白这个是真的这些有很多例子的，我们都调查过不孝父母的我们那里有一家人很典型的，很有钱2兄弟，他那老母80、90岁，被那个煤气烧到，他们说来看你就有医你就没有。后来呢每个月给他母亲50块钱，2兄弟。那这2兄弟呢怎么样有一次呢，他那哥哥住在市内他母亲在农村，跟我们公司那个离产的住在一起的，隔壁楼的。他去看他母亲呢就去买菜，因为买菜这个讨价还价，结果这个买菜的那个卖菜的就跟他说，哎呀，听说你给你母亲一次好像几千块钱的，买点菜还讨价还价。结果他是跟他女儿一起去的，
他女儿就回家去告诉他妈妈，说，听说爸爸呢，偷偷的给他奶奶几千块钱一次，结果他老婆就把他叫来审问他，审问了之后，这位老兄呢，他给他母亲的钱呢，还有登记，结果那几年呢，总共算下来给了8万多，结果他老婆就跟他说，你赶快回家去给他要回来，他也听了就气诱了，结果他母亲呢，10年8年花掉了2万多，还剩下6万，放在一个亲戚家，就被他儿子诱回去了。这件事啊，这件事呢是快过年的时候，农历23、24，大概就这2天。因为他这个人很富有的，搞了有复式的住宅，他农历27的中午，在楼上荡秋千，他这个儿子50来岁，荡秋千，这秋千他也荡了有好几年了，突然那天不知怎么荡的，给他荡的给飞到楼下去了，给摔死了，这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个9期，我们李老师跟他住一起给摔死了。你看，这些也说白了就是因果就义，因果，因为他做的太离谱了，太离谱了。那像这样的因果的故事特别多，我是不敢讲，因为怕什么？我们那周边他到时候看到我说的，他还对我有意见非常的多，通通都是因果不孝父母的完蛋。我那里还有一个当官的，对他父母也很差劲，他有个90来岁的老母，他呢贪污了几千万块钱，还有10多套房子。可是他母亲住在乡下，一个老房子。结果那天呢，有人举报到纪委去了，这个人举报的人呢是跟他同名，举报那个人呢，比如说叫什么名字那纪委就到银行去查，结果查错了名字了，查到这个人的名字上去了，一查他账里面有4000来万，还有14套房子，退休了。这纪委一看呢，这个人怎么会那么多钱呢？就到他城里面去了解，一了解全城的都在骂他。说这个人不行对他母亲怎么？哇，这纪委这些人听得很生气说这个人大不孝，查他，结果把他弄去判刑了。现在你看，退休了10年8年了，还因为不孝给抓起来了我纪委那朋友跟我讲的。所以呢，这样的例子特别的多所以现在我们这国家是孝道太重要了那一个人养几个老人，你如果没有孝道的教育，那这官司就有得打的，包括老人死在家里面没人知道那病就更不用说了，没有子女去照顾再加上呢，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现在都干什么都在养儿子、养孙子对小的拼命的溺爱，对老的不干了，不管他，不明白这道理。我们这些很多都孝道的问题出了很多再加上呢，西方这个价值观的影响也非常大。我前2天刚跟我们市领导，他在说他一个朋友，儿子在美国留学娶了老婆了，他还不知道。就那天的2夫妻就赶到美国去见他儿子了，因为他不回来了嘛，还是一个高学历的，不回来。结果他儿子请他们吃饭一起在宾馆吃饭，吃完饭他在走呢，那服务员拦他下来，拦他2公婆下来，说，结果他拦他说他没买单，结果呢，他看他儿子跟媳妇自己买单好了。他的父母呢让他自己去买单，他说他们是 AA 制，他说你要自己买单。哇，在那里气得半死，赶回来了。哎呀，很多这样的都是追求高学历我那边还有一个我们也很熟的小孩，在国内名牌大学上学之后到美国去留学，留了之后呢一直没回来，过了几年之后打电话来了，说回来了。哇，他2公婆很高兴在上头机场去接他。接了之后，这个儿子呢带了一个女的，还抱了一个孩子，跟他2公婆说已经结婚生了儿子了，他们还不知道。结果就把这个孙子给了他，说现在养不起1个月给你多少钱，你回家去帮我们养。那他以为他儿子这样回来了，结果他儿子还买了一个那个回程的机票，因为老婆是北京的，他就直接在机场飞到北京去了，都没回家。结果呢，他们这2公婆就带了这个孙子回来了。回来过了2年，这个儿子又来一个电话说要回来，他又再去接他，结果又再接了一个小孩回来。现在2公婆每天推的这2个孙子见到人就给人家解释说是儿子生的哎呀，现在变成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这个孝道也是要采用因果教育，不然的话呢，他人就不会觉醒不会觉醒。因为我们有很多因果的例子，说这个人他不养他父母，到时候他的儿子就把他弄得完蛋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关键是没去提倡，现在变成了要搞什么法律来保障他，啊，保障这个养老啊，才什么，都不是用心去做的，不是用心。我们只要讲出一个道理就行了，就说你不养你的儿子，不养你的父母，你的儿子以后就不养你。这第一，第二，你这个人一生事业无成，把道理给他讲明白，啊，就是我们蔡老师经常说的，啊，师父也经常讲的，爷爷奶奶是树头跟树根，啊，后代儿孙是果实，你这树头树根不养好它，你的果实就烂掉，啊，就完蛋了。很简单，这个道理给他一讲，你不养父母，不孝敬先人，你就是断其根。哪一个人不干呢？谁都要干，他再多的老人都要抱回家去供养起来。现在就是没有这一点，啊，没有这一点呢，变成我们现在呢，啊，大家都自食自利，啊，我还有一个，我们也挺熟的，现在多凄惨，啊，50、60岁，瘫痪在家里。他儿子还是一个公务员，每天就晚上4点来钟来一次呢，给他开个门，搞点食物进去，最后就门锁上就走了，已经10多年了，过这样的生活。结果这个人啊，这50来岁的老人家，他的父亲也是这样的，当年他也是这样对他父亲的，啊，已经对他父亲也是10年8年了，也是不管他，每天就来弄一下就走。所以他现在呢什么样啊？他现在就很生气他儿子，所以他故意把他身上这些大小便呢就弄在他自己身上。弄到现在，他儿子也不管他了啊！他怎么弄也不管他，来了就人家一些吃的东西就走了，啊！干到目前呢，有时候还委托别人去拿啊，给他人家一点钱。所以那天我跟一个朋友啊，跟他讲，你要认真想一想，你父亲是怎么对待你的爷爷的啊？他对待他爷爷就是这样干，今天呢，啊，你就这样对待你父亲，那你下一步你的儿子，那肯定这样对待你啊！很简单，只几句话，他听了就吓一跳，他又想到。那到底呢？这个人生啊，在孝道方面到底要怎么做？所以在我们国家应该呢，要弘扬孝道，啊，这样才把我们这些老人啊这个问题啊给他解决了啊，这是一大块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帮这个班讲孝道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哭了，很多人。那哭了之后呢？你看有一个这样的我们有一期有一位姓刘的一位学员到那里去学习，22岁，讲孝道的那天晚上分享的时候自己把我说出来了，他已经有5、6年了，要杀死他的父亲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家在他小的时候曾经发生了火灾，他父亲想救他，来不及了，结果被他这个脸被烧伤了。所以他就很恨他的父亲，说你要不就不救我，要不就把我救好，搞得我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从小就对他父亲非常的怨恨到后来呢，变成了死对头了。那再来学习的3个月前，搬了一个新家，当新房子的那一天，他在广州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买了一个钟就送给他父亲，跟他说今天家里面搬新家，我是来给你送钟的。哇！结果他父亲一听就火了之后他就带了1箱啤酒，跟他父亲说今天晚上咱们2个人就要把这1箱啤酒给喝完不醉不休，喝完再打架。结果他父亲就不喝，他把这1箱啤酒把他整个新家全部给他打烂，那些装修的灯电视通通打掉。打掉之后还不挂瘾，他家还有个超市3层楼的卖这个纺织用品的床上用品，把这3层楼的这些东西通通的给他弄掉搞坏，这就跑了到他父亲就去报案。这派出所这个领导是他父亲的战友，哎呀，就跟他说，那你像这种情况怎么弄你儿子去报案你儿子跑了，现在来捉他，那这个仇恨就更深了。那这样的话呢，他有个叔叔来我们这里参加过一起学习，就去广州把他救过来学了。这个人哎呀，学了之后才1天那天晚上分享就把这个事说出来了，说他对不起他父亲，当场呢给他父亲打个电话。打电话呢，因为他跟他父亲从来是不打招呼的，结果我们给他电话给他拨，他父亲不知道他是谁，他就爸爸，他父亲说你打错了
结果呢，他救他父亲啊，最多就救老板，从来就不救他爸爸啊。结果突然救爸爸，他父亲都搞不明白是他。哎呀，结果哭的真的是啊，很激动啊，很激动。结果这个人啊，学习了7天之后啊，回家呢，就给他父亲鞠躬啊、行礼啊、喜酒啊，干这个，哇，把他父亲都吓坏了，说哇，这个儿子怎么变得这个样子啊？啊，很开心。那天还送他来当义工，啊，在我们那里当了好多期的义工，啊，跟我交谈过。他跟我怎么讲？他因为跟他父亲吵架，啊，在外面打架，住院就住了好几次，几乎死掉。哎，搞到这个人啊不成人形了，不成人形。所以呢，他说他一定要干好事。我们潮州朝阳电视台都采访过他，跟他做过装皮报道，啊，对他这个案例，对他这个，所以这些啊，哎呀，一个人啊，像他这样，跟他父亲怨恨了20来年，他通过7天的学习还能改变过来，啊，还能改变过来。现在家庭非常和谐，非常和谐。现在是经常去救人呢，啊，来学习，经常救人。所以这些就义啊，啊，完全是能把一个人给救好的。那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啊，我们还有一期呢，有一个澄海的一个小孩，这小孩啊上网就不能停，不能停，所以经常啊跟他父母吵架，上网是上到3天4夜不下网的，3天4夜不下网，所以整个人啊都变得这个，哎呀，真的是不成样了啊，身体也很糟糕了。结果呢，他的2夫妻啊带了这个儿子来学习，来学习呢，学习的第1天，这个儿子啊就上去请他父母上来，给他父母下跪，说从今以后啊，把这个断掉，啊，不要再惹他们啊这个伤心。结果学习了7天啊，他这个小孩呢主动说要留在我们那里当义工，当义工，啊，他们2夫妻啊都在哭，见得我跟我怎么说？他说现在就是赚1个亿都没有这么开心过，因为这个小孩啊以为又会掉了，又做会了啊，没想到呢几天的学习啊，把这个人啊给转过来啊，现在还在当义工。所以现在我们那边这几十个义工啊，啊，好人是不多的，啊，是说真话，啊，很多都是原来叛逆的小孩，啊，并且呢，啊，里面呢又自杀的，又割脉的。我们有一位义工，啊，这电视台也报道过，啊，20岁，惠州的，啊，我们一位义工，来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义工啊，来的时候来学习的时候啊，是他的保姆带过来的。带过来了之后呢，我们就问他家庭条件情况，他就说他父母都死了，我们就给他填上孤儿啊。后来学习了几天之后啊，他自己忏悔分享，说他父母啊还都是大老板，并且还有2个哥哥啊，可是他一直就没当他父母是活着，啊，老是吵架，并且他在惠州呢上过好几所中学，都是被开除掉的。他也割脉，啊，割了脉呢，在惠州西湖把这个血滴到西湖里面，啊，滴到天亮还没死，又活过来了，也跳过河，啊，这身上啊纹身，啊，纹了很多地方。在惠州呢，晚上啊，他就2个人，你了，开个摩托车，带个木棍，见到一个男的就打他一下，啊，在路上这样，晚上就出去干这些事，打男人。所以呢，来学习之后啊，很激动，很激动，也在当义工，啊，那这些啊为什么会这样呢？通通都是因果就义，啊，学了之后呢，都感觉到，哎呀，要为自己考虑，为自己考虑，不然的话呢，像这样啊弄下去啊，啊，这个命运啊就完蛋了，这命运就完蛋了。那像这样的例子啊，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并且还有啊自杀快自杀来的，啊，我们有一个揭阳的，他已经要去自杀了，结果就有个人介绍了他说去学习7天，他就想啊，反正都快死了，让7天死也一样了，啊，就缓几天死也可以啊。结果他就来了，来了之后学了几天之后不死了，啊，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啊觉得生活太有意义了，原来是觉得这命运啊很凄惨，现在觉得这命运啊还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
再加上对于自杀的恶报啊，哇，他看了之后很害怕啊，他说再困难都不敢去自杀哦。结果这个人呢，也很激动，跟我们分享，之后呢，他还带了下一期，还带了一个跟他一样的，也是要自杀的过来啊。这个人来了第一次接触我，就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这个人我现在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像他这样的人都能救过来，他说像我这样的我肯定能得救啊。他说我还没有他那么凄惨啊，也是老想自杀的。所以呢，这种呢，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现在我们像现在一期呢，里面除了这8-90个干部公务员之外啊，剩下那个40-50个人啊，都是家庭大部分有问题的人大部分都有问题。那主要是什么问题呢？第一就是叛逆，小孩跟父母吵架，吵得没办法弄下去了第二呢，就是夫妻关系很糟糕的，要离婚的。像我们这一期马上要开始的这一期，就有2夫妻是离婚的，就差盖章了。那天给我打了电话，他有个4个月的小孩，因为我们一般小孩我们是不接受的没办法给他住结果呢，这2夫妻呢，有个人就给我打电话说2夫妻已经分居了，现在的小孩4个月，可是2夫妻呢，很快就要离婚了。他就跟他讲，等结完再离婚结果他就跟我说，他的婆婆呢，愿意帮他带这个4个月大的孙子跟他一起来，就是婆婆带孙子，他2夫妻呢去学习，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因为离婚不要离的，也有好几个都是整个家庭都搞到没办法了。像我们还有一对揭阳的夫妻，也是有个小孩2-3岁，也是要离婚的。结果呢，人家就介绍来学习了，女的先来了之后就跟我讲，她说只有她老公能来学习就不离婚结果后来呢，她的老公也就来了之后2个人都学习学习了之后呢不离了，当义工现在。所以这些呢，我们古人一句话说能拆10座球，不破1中婚太重要了。这些家庭现在这个社会，你去看那些恶性事故，70-80%都是因为离婚，家庭离婚。所以那天有一个干部学习之后讲一句什么话，他说，如果现在我们这些青年在领结婚证之前都让他能够学习个几天老祖先的旧业，他不学习就不给他结婚证他说那就好了很多这样很多现在这些因为西方的价值观现在的结婚都当儿戏了现在结婚，并且呢没有结婚之前大家先来财产公证，就想到时候离婚咱们怎么离不用，那时候呢比较简单一点。所以现在都搞歪了，从没结婚就来种下离婚的因，他想不离婚都不行真的是这样。再加上呢很多网络电视都在教导这个乱交朋友的，都在教上次我们看了一个报道有一个什么日子叫什么优生优世好像说是一生一世的这样的日子，有2个人在那一天要去登记结婚，结果去了之后等了1个来小时，这个女的等不到那男的来，结果有一个男的也在那里等了1个来小时，也不见那个女的来，结果2个人在那里谈了说算了吧，既然对方不来，咱们2个结了算了就这样把结婚看成儿戏造成了现在很多刚结了没有几天就离了我有一个单位的一个干部跟我讲，一个县他说他1年离婚1000多宗，忙不过来。所以这些我们对这些传统文化真的要重视它，看怎么来把它来推广发扬进去。